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台北来的白色 W201的2.3 16V 的分油盘回装引擎测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经过大哥内外整修过之后外面还经过喷砂看起来相当漂亮，显然干净。这个分油盘，所碰到的问题是因为它的供油过稀，那应该在200ml的1分钟全油门，在张大哥的机台上面，那它的出油量大概在落在145、150左右，那少了200ml，少了50ml，大概就少了25%左右那这个是正常现象，因为30多年的车子，油箱是个污染源，把我们的供油系统，尤其是分油盘堵塞了。那如果说长期不开就好像我们房子很久没有人住，楼上的水塔一定很脏。因为水没有在循环，也没有在添加，所以说会造成整个水路的管堵塞，就好像我们车子一样。那这个是30年以上的老车所碰到的正常现象。那经过我们这次整修过之后呢，它的分油盘如果在污染的话，如果车子有在正常使用经常使用，那我们就会添加汽油。那就会有个循环，有个损耗，那分油盘就不容易堵塞。理论上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的。那这部车子呢，首先我们看到它上面是2.3 16V，那车主告诉我说，这个气缸好像已经改成2.5的，那应该就是2.5 16V。那其实这部车子它是W201的车身并不是正确的标准的2.3或2.5 16V， 因为它是美规的那美规的我们看到它的那个车身号码在这个地方，它就车身号码没有引擎号码，所以说这个车主他这部车子是经过换了引擎。然后呢，整个车身包含前后包、侧裙以及后面的老流翼，都全部都整修不到，达到最完美最像那个 Evolution 的这个样子。那底盘的部分呢，大哥有看到它是短弹簧因为它这个车子是手排的。短弹簧再加上贝斯登的簧筒所以说它是适合沙湾道的车子这个而且它的内装，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它的内装，就它皮椅全部都换新过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完整度非常高。只有引擎室看起来是比较脏一点因为这个是真的是没办法，没有人敢，没有专业经验绝对不敢去清洗这个引擎室。那这4只喷油嘴大哥经过清洗，有2只 OK， 2只就必须要更换掉那再来的它的供油系统就是蓄压器跟汽油帮补在旁边，蓄压器在汽油帮补旁边。那汽油帮补是2颗汽油帮补，因为是美规的美规的车子都是2颗汽油帮补，而且只有美规的车子它只有车身号码没有引擎号码，所以我们才有办法换引擎的这种机会蓄压器我们看到大哥的影片检测漏油漏的相当也不能讲严重漏的小漏这不能叫大漏，小漏。如果大漏的话，它就应该会像小孩子小便一样
引擎发动当中，它那个尾管就会跟小孩子小便一样一直有汽油流出来。那它这个经过大哥检测，它是小漏因为蓄压器它会绝对影响到我们的产压，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经过30分钟以内，厂方要求它应该要 QQ 的也就是说里面有残压。有残压的话，我们引擎启动的时候呢，不需要说管路里面分油盘里面没有油那没有油之后，从泄泵部打过来，可能要花个0点几秒的时间再来漏油会造成，如果严重的话会造成热车的时候很难发动因为漏油就会造成油压不足油压不足的话，因为引擎温度高，那没有办法气锁就因为热气锁的关系，把油又逼出来了。那至于说这个如果想要了解这个蓄压器的话，就去看看大哥的蓄压器的教学影片会告诉你蓄压器做什么用蓄压器如果漏油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那这部车子经过大哥测试道路测试它避震器 OK 了避震器很 Q 很硬因为加上打台湾很硬，但是刹弯已经很过瘾。那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引擎这个引擎的话等一下引擎大概会发动这个引擎它的因为它双凸轮轴的这边一直凸轮轴，这边一直凸轮轴，双凸轮轴，它噪音比较大一点敲击声比较大。那这颗引擎呢，它敲击声稍微更大一点如果说是代表这引擎里面的磨损虚位问题啦不过它的缸压很漂亮都在每一缸都在12，很明显这颗气缸是有经过拆修过。那拆修过之后，我们一定会除碳除积碳，所以才会在每一缸的缸压都是一样的，都是12 kgcm 平方。那这个是2.3 16V 的16V 的缸压大概都在这个位置。那大哥是建议用95的无铅汽油还不需要用到98了。如果说超过12的话那就应该有98。那从缸压的测试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它这个引擎是的确有经过整理过，缸压都很标准都在12都没有超过，而且没有误差。那我们看到它是完整度也很高也是2.3 16V 都是等长头段那它的引擎角的部分有稍微能卡了，所谓能卡就是稍微 Q 度不够了那还好因为它经过整修过分油盘以后，它怠速很稳定，那到还没有方向盘抖动的问题。因为这车主因为他有跟我回报说方向盘会抖得还蛮严重的那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等一下我们引擎发动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它的汽油帮补OK， 回流量回流量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表回流量，汽油从这边进从这边流回去的量够，代表是说油箱没有污染油箱没有堵塞没有堵塞就代表没有污染，没有堵塞那汽油帮补力道够，所以说它的回流量都已经达到1分钟3公升以上，那就代表说它的油箱出油量很好，没有堵塞，汽油帮补又够力。那蓄压器我们换过以后，它绝对不会漏油，不会回流回油箱，所以说压力是很够的。那至于说点火系统它应该火星塞它换错了，火星塞应该是7DC H7DC 0，也就是说没有电阻的。那它因为这个没有电阻买不到了，现在的车子都没有高压线，那高压线本身是有加电阻，1K 可能1K 左右。那今天没有加电阻的时候，我们没有高压线，那只好把电阻加在火星塞上面所以现在买到的都是有电阻的火星塞，没有电阻的火星塞几乎已经买不到了，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它不能买，没有办法买到没有电阻的。没有电阻的
有电阻的火星塞火花稍微小一点点哈。如果车子正常没有感觉，如果车子不正常，你就会发现说火花对车子的影响是有影响的。我们到车子里面我们去看看这部车子。这个车子是 BBS 的轮框，哇，是这个车主花了很大的心血。我们看到美规才有天窗我们来看大概来看一下内装所有的皮椅完全就是16V 的皮椅的就是这个样子。那皮椅全部都整修过了换新过了。那门板 W201的门板最令人讨厌的就这样会起泡，如果进水的话，这个是完全是都没有的。然后呢，这个门板也是很 OK 的完全都没有碰骨，完全都没有水渍之后膨胀。然后后座也是一样都全部都换过了。所以这个车主的确花了很大的心思，而且都换了皮椅所以这个车子完成度非常高。虽然说它不是正牌的16V， 但是的确这个车主是很用心的。我们来看看它这个是手排的手排就很难得，3万很过瘾。里程数14万的话，这个只能做参考了。对，它还有一个问它的冷气漏冷媒，冷媒不足。冷媒不足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是 R12的接头R12的接头，应该是 R12的冷媒从大哥他闻它，因为 R12跟 R134的味道不一样，大哥判断它是 R12的，那冷媒不足。那压缩机，大哥有强迫让它运转，压缩机的话倒还没有杂音。那至于压力足不足，我们不知道因为冷媒不足，我们测出压力是不正确的。今天呢，如果是冷气冷气因为今天冬天还没有这个问题，如果冷气要整修的话大哥建议把那个管路全部清洗过一遍，把 R12的换成 R134的，以后我们就不会有漏冷媒找不到冷媒来补充的困扰。而且它这个 R12如果说补冷媒被它补到 R134的话，那就肯定就是冷气绝对不能的，因为冷冻油不一样，一个是矿物油，一个是合成油。那就会堵塞以后，这个冷媒流量不足，那冷气一定不会冷力一定不良了。OK 大哥就不开冷气了，我们把送风关掉，因为它冷气也不会启动。好，大哥，这一点就着了。OK， 我们到外面来。它这个加八线就是摇臂的交集声稍微大了一点代表是引擎不是很右屁了有一点点虚位。但是这部车跑下来对，大哥没有提到说它试车的感觉，避震器没问题，底盘很低很 Q， 太 Q 了，太硬了，对大哥这个年纪来讲他手排的。以大哥的经验，他的马力应该真的是有 2.5 16V 的马力应该有到快200匹马力的。加上它霸高车身很轻车身轻之后，那启动力很大，怎么讲？启动很迅速，很敏捷。所以这部车有可能是 2.5 16V 如车主所讲的，因为它的力道充满了爆发力。那我们来看看右手边这个 4.6、4.7 电压，这个是怠速马达的工作电压。右手边这个是差压阀的工作电压。我们来加油看看。一退油之后，会有负40几，那个是代表是减速断油。所以它差压阀的这个电磁阀里面的动作是正常的。
这部车子有个缺点哈，大哥发现就是说，今天我们因为这两天的温度都在台北的温度都在10度左右，那10度左右的时候呢，你冷车没有 Q-New， 就是冷车没有加浓没有提速的功能，它提速有，但是冷车加浓的效果不是很明显，也就是说冷车加浓的效果不足，所以说引擎发动没有问题，一发动起来之后呢，不能够马上离开，要稍微等个差不多30秒，让车子温度提上来以后，你才能够提速这个是因为冷车加浓它的冷车加浓数量不太够，就是说功率量不太够，这是电脑的关系但是差不多30秒以后，应该1分钟以内，这车子就可以离开，提速就正常了这是一个小缺点，就是电脑的关系，我们也没办法去控制它除非换电脑，然后再经过长期的测试才知道。我们来看看这个的回流量，现在回流量是3.5，右面小数小数点3.5、3.9，是代表它的汽油帮补汽油帮跟油箱的出油都很正常，那这个没有问题。火花经过大概测试，火花也 OK， 虽然它用这个MSD 的MSD 的点火线圈，不过 MSD 的点火线圈，如果以这部车子来讲，它火花是比一般的都还要大一点但是大哥也有看到有改装 MSD 的，可能是东西不好吧，还是说老化反而火花更小，但它这个 MSD 的火花是非常大的是没问题的。那就是我们听到它稍微吵了一点但是因为它的鸟盖的声音比平常的16V 还要大。我们来提速看看。这个16V 的吞吐量比较大，所以说它跟一般的8V 的那个那个喉管的就侧流板的那个喉管的进气声不太一样，它马力非常大，所以今天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这部车子是非常好开，但是就是说舒适性我们就没办法达到舒适性的问题，因为它短弹簧，然后再到那个贝斯德的黄桶，但是沙湾如果真的要跑山沙湾是很过瘾的，这没问题。加上手排，然后马力也够大，有2.5 16V 的，大概有这个马力，应该没有问题的。所以恭喜这部车子的车子都好的看起来车子这么样的漂亮我觉得多陪它几10年这是没问题的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